大伙儿们就是闹笑话说啊，他说呀，在城南你家买房子比买公墓都便宜。辽宁省阜新市，中国玛瑙之都，曾经是中国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，拥有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。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，2001年，阜新被确定为中国第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。最近10年，城市 GDP 在辽宁省14个城市中一直都是最后一名。这2年，网络上开始出现1-2万元就能买到阜新房子的内容，似乎要挑战鹤岗，成为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。1-2万元真的能买到一套房子吗？这样的房子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带着这样的好奇前往阜新，实地拍摄了几套这种价格的房子，找到了导致阜新房价降低的原因，还采访了一位刚毕业就在这里买房定居的年轻女性，以及一位已经在这里生活1年多的小说家，了解了在阜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甚至还跟一位阜新本地人聊了聊对房子降价后的看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旅人漫步，非常感谢观看我的城市印象系列视频。如果您是新朋友，别忘了点击关注、订阅按钮，我会不断带来更多关于城市人文风貌的精彩内容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每个城市的故事，期待你的加入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列车已经到达阜新车站，请您来阜新之前就约好了一位视频博主西门二蛋，他经常在网络平台发布阜新二手房的视频。我们在阜新火车站附近的公园见面聊了聊，之后便带我去看了几套低价的房子。这是一个45平米的房子，它一进门左边呢就是一个朝南的卧室，这个卧室面积还挺大，大概有个20多平米吧。然后这个窗户也是比较通透啊，一下能看到远处的那个山。这是这个主卧，然后往前的话，主卧旁边是一个小次卧，感觉像是后边隔出来的，面积应该有个6-7平米的样子吧，也有一个窗户，还不错。再往前走就是卫生间了，卫生间是明卫，面积的话呢，我估计有一个4平米左右吧，3平米4平米。然后这边就是阳台，阳台的话面积也是一个4-5平米的样子。然后外边就是那个街道，它这边这个生活环境还不错，底下有超市有餐厅。刚才上来的时候也看了一下，其实一层到顶层都是有人住的啊，门口都贴着新的对联，也有这个地垫啥的。然后说是附近有一个小学，这个还算是一个学区房。这个价格45平米的房子卖2万1，我觉得感觉比鹤岗还低，然后环境也比鹤岗好点。这是一个正在出售的房子，这个房子是55平，2室1厅。进门的话呢，左边就是客厅跟阳台上的厨房，阳台上带大家看看，油烟机。但是周边环境其实很方便，你看楼底下什么棋牌室啦，面馆啊，对吧？还有早餐都有，商店很多。其实西门二蛋他说这个离阜新的市中心也很近，就2公里左右吧。这个客厅给大家拍一下，客厅差不多有一个10平米到15平米左右吧。然后这边是卫生间，卫生间的右手边相当于是主卧，那边是南边。今天的阳光比较好。
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，其实2个卧室的面积差不多，都是10几平。当然，要说最便宜的房子也有，大概7000元一套，据说是苏联时期原建的，类似现在的公寓楼，面积有25平米左右。不过年代过于久远，建筑质量也堪忧，不具有代表性，就不在这里过多展示了。我问起他为什么复兴的房子这么便宜，来复兴已经4年多的他便娓娓道来。复兴房子最便宜的地方大多是复兴城南的太平区，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棚户区改造后的回迁房，有的家庭当时分到的房子比较多，所以一直空着，而且回迁房的质量也比较一般，这是太平区房价比较低的原因之一。而另外一个原因就不能不提到复兴的煤炭。复兴在中国早期就是重要的工业城市，煤炭资源发达，拥有曾经亚洲最大的海州露天煤矿。海州露天煤矿由苏联在1953年设计投产，代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采煤工业的最高水平。海州露天煤矿用电耗采煤的场景也是1960年版5元人民币的图案。而在2005年开采了半个世纪的海州露天煤矿因资源枯竭破产，在复兴中心区留下了一个长4公里、宽2公里、深350米的废弃人工矿坑。2年后，这里改造成了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。因资源枯竭而关闭的矿场也不仅仅只有海州露天煤矿。在复兴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那一年，又坚持了15年之后，五龙煤矿最终也不得不关闭。如果说海州露天煤矿是开采地上的煤，那五龙煤矿则是开采地下的煤。这2个煤矿都是国家义务期间的重点项目，只是在如今的复兴，这些已经成为了过去。在五龙煤矿的楼顶，五龙这2个字的招牌已经锈迹斑斑，不再完整，煤矿破产了，而远处的复兴市中心的高楼却多了起来。资源枯竭之后，便是煤炭矿场的接连倒闭，而这一连锁反应，最后落在普通人身上的便是下岗。在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2001年末，复兴矿务局的下岗矿工就有20万人。要知道，当时复兴城区的人口也就刚刚80万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城市有1/4的人口都下岗了。在这些下岗的工人中，有一些则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，还有一些人也逐渐搬迁到了环境更好的其他城区。城市资源枯竭，人口外流，即使这样，复兴的房价在人口红利期也没有暴跌。然而，随着出生人口降低，我们逐渐步入老龄化时代，复兴的房价便一落千丈，成了白菜价，而这便是复兴太平区房价很低的另一个原因。有人开始把复兴白菜价的房子拍成视频发布到网络上，像鹤岗一样，当房价低到1-2万就可以买一套的时候，就会吸引一些不想被房子约束的人来这里买房定居，而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是年轻人。视频博主西门二蛋帮我联系了2位年轻人，一位是刚刚毕业在这里买房定居的年轻女性，另外一位则是已经在这里生活1年多的小说家。我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采访，不妨听听他们对复兴的看法。后续还有完整版的采访视频也会制作出来。其实，我了解的是躺平的地方有很多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复兴呢？就全国各地有很多底价房，有鹤岗、广西那边，还有云南那边，都还是挺出名的。最后选择了鹤岗，就是感觉这边本来就是北方，我自己很青睐于北方这些城市。东北人比较多的城市，感觉东北人很豪爽大气。你很喜欢东北人？对，因为我又喜欢他们那种语调，那种东北人的语调，然后又喜欢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，然后我就对复兴这个城市更加青睐了。再加上交通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，再加上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房价真的很低，很适合我的预算，我就过来了。这边你来这有多久了？来了有2个月吧。2个月，这2个月你对复兴什么感受？我觉得挺方便的，它就是基础设施都很配套，它每个小区基础设施都很配套。然后交通的话，复兴城市很小，基本上打个车20多30多，就基本上能绕一圈的感觉了。那你在复兴的所期待的这种生活是怎样的呢？就是我的理想化生活，它比较更接近于乌托邦的形式，想法都是很美好，就是鸟语花香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生活，然后偶尔出去买个菜，就是很舒适、很田园的一种感觉。有一种那个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那种感觉，反正大概我的理想生活就是那种。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那你觉得在阜新能实现这种生活吗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因为他们这边虽然他们这边虽然工资比较低，但他给的工资是能够承担你这1个月的花销的。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躺平、给自己过渡期的一个城市。你为什么选择要在阜新买房呢？其实也是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更好的地方吧，可以说这是一个当前能力下的一个选择。如果每个地方房价都像这样子的话，我想我也会选择别的地方。但是当前来说，这个地方其实是对我们这种非常普通的人来说非常友好，我还是蛮喜欢这里。你来到阜新以后，这跟你所期待的生活一样吗？期待的还是蛮像的，就是跟我期待的还是蛮相似的。就像他那个房价，这是我最看重的，因为前面说了嘛，你要想在北上广深这种地方买一套房子，说实话，你每天努力，哪怕你每天收入1000以上，你都很难，就真的很难承担得起。但是在这边的话，就是很轻松，就像我个人的能力虽然不算优秀，但也算是可以很轻松的过好每一天，然后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尤其是他们的物价也确实很便宜。我喜欢自己做饭的时候，就是经常出去买菜，他那些鸡鸭鱼肉这些都是非常新鲜，而且非常便利，就不像网上说的啊，网上说你要在东北，谁给你骗肉，谁给你骗鱼，老板问你脑袋还要不要，就给你敲2下就什么的，这其实是没有的。这边其实也会骗，也会切，只是要看他们忙不忙，跟南方大致是一样的。从这方面来说，这种期待还是让我很满足，就是我曾经的期待在这边还是得到了满足的。采访中他们提到，这里的物价很低，每个月300元就够1个人的生活。我也实地考察了一下，这里的物价是不是真的这么便宜？这天是周6，阜新正好有一个综合早市，包含狗市、早市和旧货买卖。阜新本地人称为狗市，大家可以看看这里的水果、蔬菜价格是怎样的。简历小柿子5块钱一斤，简历小柿5块钱一斤，水兔也5块钱一斤。到简历小柿子，黄瓤土豆5块钱5斤，10块钱11斤。香蕉2块5了，来2块5了，香蕉2块5了，香蕉刚刚挑香蕉2块5的，3斤10块，太甜，太好吃了。广西砂糖橘、墨柑、丑橘，3斤10块，3斤10块，太甜，太好吃了。9块9，一盒还是一盒有多少呢？估计1斤多。出行方面，这里的出租车起步价一直都是5元。我问阜新本地人为什么价格这么低，他们朝我指了指解放广场的雕像，让我仔细看看雕像的手，我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当然，这只是本地人的一个冷笑话，请不要过多遐想。娱乐方面，如果喜欢2人转，广场的文化宫也有这方面的现场演出，我去看了看，30元的票价，2个多小时的演出，绝对值回票价。只不过在每人1部手机的当下，去现场看表演的人实在不多。今天的演出，演员都有10多个，而观众却只有100多人。房价降到2万元一套，阜新本地人又如何看呢？坐出租车的时候遇到一位本地的大哥，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师傅，您是阜新本地人吗？啊，是啊。啊，您自己对阜新什么感受啊？还行了，挺养人的。挺养人。啊。听说在这生活的话，相对来讲节奏不那么快。对，这点有感触。那你知道那个有的房子都2万一套房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太平区城南米家那头。对2万多。对，2万多还得买50多平以上的。我觉得挺值的呀。太便宜了。感觉全国比这个房价低的也就鹤岗了吧？其实不相上下。可能比鹤岗稍微贵一点，贵也贵不多少。你要说就是那个最低价的话，其实差不多一样了，甚至比鹤岗还便宜。我昨天看了一套是
45平2.1万，划下来是不到500块钱1平米。哎呦我操！我说这价格也太低了吧！这现在让你盖楼，这个价成本都出来。对，你盖1平米的话，你的那个造价怎么也得在1000左右了。这个这里边还有一个啥呢？大伙们就是闹笑话说啊，他说呀，在城南你家买房子比买公墓都便宜。说对呀，一装骨灰盒，人家这家多宽重。啊，不是，是真有人这么干吗？那就不知道有没有。哎呀，这有点损了啊，装那个。这样干是有点损，但是人家说这个笑话也挺耐人寻味的。是不是？是公墓价格比那个房子价格高了。确实比公墓便宜，而且你2万多块钱买公墓能买这大的吗？来不来吧？也是，你这么说也有道理。您觉得那个房子价格掉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？那这玩意儿你看谁说了？你要是老百姓要买房子就是住的，你贵也好贱也好，他也不能卖。对，你那倒腾房那就不一样了，贵来贵走，贱来贱走。那要对于这个要想在大城市生活给儿女买房的人来讲，就是压力就大了。对，你就还是便宜点好呗。你要是贵了，越贵越有难度买是好。是。成家立业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，家的概念比任何国家都重，因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为不少人的理想，而这个理想在房价暴涨面前却逐渐转变成了一座大山。年轻人对房子的态度也从努力攀上高山转变成现在的望山止步。当房子从理想成为束缚，年轻人长期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底层来回挣扎时，他又如何去释放创造力，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呢？我们不能让这个时代具有创新能力的年轻人去努力创作水泥，而不是认真创造科技，尤其是在我们已经迎来的人工智能时代。是在茫茫人海中奔向那个已知的独木桥，还是站在荒无人烟的丛林，脚踏实地地走出自己的一条路？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后者。所以当一些年轻人挣脱束缚，撕掉身上的标签，选择另一种新的生活时，你会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朝气和能量有点不一样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不错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接下来我会继续制作更好的视频。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个城市？你还会在那里买房吗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下期将是在阜新定居的年轻人完整版采访视频，记得收看。再见。